仙界封闭1000年，修仙之路堵死，天底下的修士再也无缘飞升。可100年前，一个叫清虚的门派忽然崛起，老祖白日飞升，成为了仙门封闭以来的第1人。于是修仙界流传了一个说法，加入清虚观，得到宗门至宝浩然正气幡的洗礼，就能白日飞升。这也让清虚观不过100年的时间成了正道第1宗。我本是一个小门派的弟子，因为宗门实力弱小而在一场大乱中被灭门。因为我刚入教的缘故，清虚观的大师姐也就留了我一条命，我也因此加入了清虚观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正道第1宗竟然一点也不排斥我这样的旁门左道。大师姐反而拉着我笑眯眯地说：“师弟你放心，我们清虚观修炼讲究的是心性，不在乎资质的高低。”这让我惴惴不安的心开始逐渐平静。可是在一次观礼的时候，我却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当时浩然正气幡正在洗礼门内弟子，我竟然听到了灵魂的哀鸣声。紧接着大师兄就被吸入了浩然正气幡，全身衣服都爆裂开来。师父称赞说师兄是有莫大的机缘，四周的师兄弟也都鼓起掌为大师兄庆贺。可我分明看到一缕魂魄被收入了浩然正气幡，神魂分离，人还能活。也是这一刻，我才发现我竟然能感知到灵魂力量。我带着疑问去问了大师姐，大师姐却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你见过灵魂功法？”我表示自己未曾见过，大师姐却露出了一个让我看不懂的笑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正道第1宗的与众不同。原来大师姐口中说的不看资质，只看心性，果然是真的。每天早上，我们都需要对着太阳不断的大喊：“今日修仙不努力，阴曹地府当兄弟；今日修仙够努力，飞升有我也有你。”师父让我们不断的抽打自己，说是修仙就要有足够的心性，不能忍受疼痛，怎么成就无上大道？今日的修士可以任人打骂，明天出人头地成了仙人，就能睥睨众生。所有的师兄都在美好的愿景中任劳任怨。师父摸着胡子满意的点点头，迎接一个又一个和我一样的新修士加入。每天晨练以后，师父都会将一丝灵力印在我们的额头，他说这是对我们的关爱，希望我们早日飞升成仙。可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些灵力的作用，师姐却自豪地说这是一种荣誉。我不再说什么，却隐约觉得额头的印记和师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似乎只要师父动动手指，这个印记就会产生某些反应。只是以我的功力，根本没办法更深层次地探究这个印记。可某个夜晚忽然惊醒的我，竟然看到了我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只血淋淋的大手，那大手仿佛要撕裂我的灵魂，鲜血甚至滴入我的眼睛，让我赶忙闭上。再睁眼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摸了摸额头，就当这是一场噩梦。下午的修炼和晨练就完全不同，清虚观采用了单修的方法，不断的给我们喂食丹药。我的灵力增长得很快，但是基本没学到任何的功法招式，这让我开始疑惑，这种方法不就像是市井上养猪的方法吗？单纯有灵力有什么用？连灵力化形都没教，这种灵力根本就是废物。我再次去找了大师姐，大师姐却说师父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的灵力越高，将来才能修炼越好的功法和招式。这话听起来有道理，可问题是越好的功法和招式，修炼难度越大。如果从未接触过其他功法的洗礼，直接修炼高级功法和招式，很难修炼成功。我只能将其归结于师父想要培养一些能一学就会的天纵之才。没多久，我又一次去观礼，今天受洗礼的是清虚观的一个长老，他站在浩然正气幡之下，一抹白光闪过，随后灵力大涨，隐隐有些接近白日飞升的意思。可我靠着对灵力的感知，却看到了一些被撕碎的灵力进入了大长老的身体里，那种灵魂的呻吟极为刺耳。我看到一个个魂魄被一双带血的大手彻底撕碎，来自虚空的血盆大口将灵魂碎片生吞，甚至能听到令人牙酸的咯吱声。我环顾四周，大家神色正常，仿佛我看到的只是幻觉。一瞬间我就明白了，这个法器的功能是撕碎别人的灵魂，然后再注入给有需要的人。这样的法器我闻所未闻。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，我拼命查阅相关的上古典籍，直到我翻到了300多年前的内容，才看到一件东西：万魂幡，鬼修之宝，能吸纳他人魂魄，成就自己飞升之路。接下来的内容更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一念逍遥心职业鬼修竟然上线了全新神通流派判官，鬼修可以借此将自己的灵力打入他人体内，成就判官印。平日里没有任何表现，一旦能出现超过宿主可承受的伤害极限，就会彻底爆发，宿主直接暴毙，一身灵力也将直接被下印者吸收。我颤抖地摸了摸额头上的灵力印记，原来那痛苦和撕裂全都来源于此。仔细回想，那些接受了浩然正气幡洗礼的弟子，可不都是爆体而亡？他们被吞入幡内的瞬间，额头上都有一个闪亮的光点，可下一秒狂风大作，那本典籍飞了起来，一只鬼气森森的女人手掌抓住了典籍。知道了这样的秘密，你该死了。